環球大斷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志橋，向全球各地的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大家問好，平安順心。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現在正衝向20萬粉絲訂閱的大關哦。好，馬上為您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前立委孫大千，大家好。第二位時事評論員歷史哥李宜修，主持人好，大家好。還有前海軍艦長呂律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歡迎3位加入我們今天的討論。那我們大斷線一開始呢，要持續帶觀眾朋友來看到哦，這個有點不意外的一個發展，就是又美伊的這個局勢呢又出現了變化了。那這個和平的備忘錄，還有這個諒解備忘錄，不是才剛簽沒過多久嗎？怎麼現在荷姆茲海峽又再度拉警報，又爆了呢？我們陸續來看哦，這幾天發生了一些事情。首先是25號，這個長榮海運旗下的長利輪呢，它因為沒有按照伊朗給出的指定航線通過，結果就被伊朗的無人機打了。美國很憤怒啊，在隔天馬上中央司令部就對荷姆茲海峽沿岸，包括伊朗的無人機、飛彈的儲存點、雷達等等這些軍事設施也發動了打擊，予以還擊。那麼到了28號呢，革命衛隊也出手了，這一次打的是美軍位於這些中東石油國盟友所在處的8處據點美軍的基地啊。那美軍基地呢，這個還被威脅說將要迎接這個地獄般的景象，講的是很重，反正就是伊朗人的那一套打聖戰的一個模式啊。好，那這起事件呢，川普總統他是什麼反應？一開始依舊是維持他非常強勢的說法，警告伊朗，如果你再繼續搞事的話，那伊朗可能這個國家就不復存在。之前這種說法我們也有陸續聽到過，但是呢，毫不意外，處理這個海峽的事情 ，Taco 他又再一次 Taco 了，好不好？那之後呢，就這個雙方即將在30號。要在卡達的杜哈來舉行會談，要把這個海峽爭議一次處理乾淨。但真的能處理乾淨嗎？想先請問艦長，眼看這個伊朗的不對稱作戰，在隔了一段時間，現在還是很好用，包括了飛彈，包括了無人機，不管是打你商船，還是打你的美軍基地，都打得到。那這個可能是害怕美軍的傷亡數字提高，對之後下半年這個民調已經慘到不能再慘的川普，是不是他成為現在 Taco 的一個軟肋，還是說伊朗真的在變強，美軍真的在變弱？我們先來看一下啊，那個川普他在這個 Truth Social 裡面怎麼寫這件事情呢？他講的也就是美國的軍機再一次襲擊了伊朗的飛彈以及無人機的儲存設施。那這一個反應呢，那當然伊朗它會有對應的作為。那他攻擊了第5艦隊，但是其實現在這個他攻擊第5艦隊呢，也不過也就是這個繼續攻擊而已。為什麼？因為我們在之前已經看到了第5艦隊，這是它的整個的一個規模。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一個指揮中心這邊，其實這是 before， 這是 after， 早就已經被打爛了。那另外我們來看它的這個有關於雷達系統的部分啊，我們看這圓圓的一個大的是雷達系統，小的是衛星系統，我們也已經看到了 before after， 也就是已經被打爛了。那為什麼它還要繼續攻擊？不是已經簽了 MOU 了嗎？對啊，為什麼還要繼續攻擊？其實問題就在 MOU 裡面，因為我們來看啊，簽訂這個 MOU 裡面，為了要能夠促使雙方能上談判桌，所以大方向定了，框架定了，那盡量含糊，那不然的話，那根本上不了談判桌嘛。那但是呢，偏偏這一種談判的方式呢，可以回國交代，可是慢慢的講到細節的時候呢，那大家都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式來解釋。那我們今天講到有關於長利輪的部分啊，對，問題也就在第5條的部分。第5條它開始這邊就寫了叫做arrangement using its best， 也就是呢，伊朗會盡力安排商船，那它的一個移動的這一個航道。那但是呢，你不聽，我就直接的胖揍一頓。那這個胖揍一頓之後，美國覺得奇怪了，你為什麼說打就打了？那這個其實在這裡面就講得很清楚了。那伊朗呢，為什麼要這樣做？其實我們來看到最原始的那個有關於這個航道，就是還沒戰爭前的，其實是這個樣子的，也就是在阿曼以及在在這個霍姆茲島的這一側呢，也就靠伊朗的這一側，其實是紅色的這一段，因為這一個地方它的那個洲夷非常多，也就是我們講的商船啊，
以及油輪。那他為了安全的部分，所以他有那個分道通航制。那後來呢，我們講到說開始作戰之後，那時候伊朗他有自己又定了一個航線，也就是要繞進那個伊朗的沿岸。為什麼？因為伊朗要收保護費啊，那所以又靠近。那阿曼呢，他也想出一個方法，也就是靠着這個阿曼的沿岸來。那現在他們就說了，哎，不好意思啊，這個是我既然簽了 MOU， 那結果他又定了一個新的位置，也就是舊的位置我們剛剛講分道通航制在這裡，他現在呢也沒有進入這一個我們講的霍姆茲島這邊，然後他其實是在這個拉克島這一個位置，那就是北邊的位置往西進，南邊的位置是往東出，那應該就是常立倫沒有按照這個位置，然後他既然你不聽話，我就覺得你可能有其他的目的，所以我直接胖揍你。那這是我們所看到的。那美國是不是不行了呢？其實美國早就已經是强弩之末了。我們之前就講到，你一個國家，其實你真正的大戰都還沒有開始，你還沒登陸了，你還沒登陸之前，你就看着你的這一個我們講到戰斧巡弋飛彈，你要補充47個月，也就是4年；你的標準3型飛彈，你要補充64個月，也就是5年。那更不要講其他的飛彈，也大概都是這種情形。也就是這一次的伊朗戰爭，就是把美國的短板全部打出來了。那美國其實他沒有應對好，他沒有準備好應對這一種不對稱的戰爭，沒想到伊朗就正好了命中，而且他認為他一開始把這個48個這個政教高層全部端掉之後，他就可以有效的翻轉伊朗的這一個社會，然後掀起一股顏色革命。但是事實上來講，反而讓伊朗他們更是心手相連，大家緊抱在一起。那現在其實我們看到的。也就是伊朗用他自己的方法打贏了美國，這個也就是美國的我們講到的蘇伊士時刻，也就是這一個霸權即將衰弱的時刻已經出現。是，好，伊朗這一次動作頻頻，打了商船，打了美國在盟友的這些海外的一些基地，讓白宮坐不住了。但是美國還是回到了之前最困難的一個地方，就是你既想要扮演中東盟友的保護傘，然后你又要当海峽超人，保護這些船只的安全性。但目前看起來，你一件事情都沒有做好。那也傳出美國打算重新評估現在在中東的整體布局，因為吃了很多虧，而且發現他們在這個區域裡面的威信一直在喪失，一直在喪失。因為你連自家的基地都保護不了好，你還誇口說要保護別人，這不是說心酸的嗎？委員，你會覺得怎麼解讀？對啊，美軍為什麼保護不了自己的基地啊？我認為，在這場戰爭當中，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明白啊。因為美國傳統以來對於基地的一些軍事設施跟部署，恐怕已經很難面對新式的非對稱戰爭的這種攻擊了。所以在當時，美國的這個在中東的基地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哦，就是固若金湯。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當時在中東的對手的飛彈沒有這麼準啊。然後當時並沒有這個大量的無人機可以用這種飽和式的攻擊方式來打擊哦。但是當這個所謂的不對稱的這個作戰方式成型之後，你就會發現，美國在中東的基地幾乎就是不堪一擊了。那麼從開戰到現在，美國在中東的15個基地哦，包含228處的設施，通通都被伊朗這個攻擊、摧毀跟破壞哦。所以呢，現階段美國在中東的基地的這個在還沒有維修完成之前哦，它的戰力當然是極為有限哦。那麼這就回到另外一個問題了，就是當你的對手哦可以用非對稱的戰力，或者當你的對手不再像過去這麼不堪一擊，這個讓你這個任你魚肉的時候，那麼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地緣政治了。我們為什麼講地緣政治？地緣政治就是地理位置決定了作戰成敗的一切嘛。哦，你要想想看，美國跟中東，美國的部队投射到中東，這个兵力投射要花多長的時間呢？它的這個航空母艦的艦隊，它的2棲攻擊艦，它的這個相關的這些兵力要投射來，動輒就需要這個數周甚至上月的時間呢。這麼遙遠的地方，美國過去是怎麼控制中東的？靠它的基地嘛。
靠他在中東這些國家，他的這些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他利用這些軍事基地來控制了中東。可是當這些軍事基地在這個所謂的飽和式或者是非對稱的這種攻擊當中被嚴重破壞的時候，美國就馬上捉襟見肘了。就我今天在中東的基地已經不能用了，礙於地緣政治，我的兵力投射又有問題啊。那麼美國要再持續維持它的中東的霸權，就有一定的困難。你反過來看，伊朗沒有這個問題啊，因為伊朗沒有攻到洛杉磯去啊，伊朗沒有要這個登陸紐約，伊朗就好好的、好端端的在自己家裡頭。所以你說你美國的現在你唯一只能夠利用你些微的空軍的優勢，你去轟炸伊朗的飛彈陣地，或者是轟炸這個伊朗的無人機的這個儲藏設施。可是關鍵問題來了，伊朗這麼大。你能夠把伊朗這麼大的一片土地都炸遍嗎？然後伊朗這個高原密布，整個地形很複雜，你每一次的轟炸真的能夠達到作戰目標嗎？所以這就是地緣戰這個政治的優勢了。伊朗有地緣的優勢，而美國沒有。美國原本這個仰仗的在中東的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現在都癱瘓掉了，所以美國的兵力投射也有問題了。這就是接下來如果美國真的要來這個打下半場的時候，美國就會嚴重的面臨到這個很嚴重的短板的問題了。是，好，剛才我們也有提到，為什麼這一次感覺談好了 MOU， 但是馬上又破局了？那雙方前一陣子在努力一個什麼事情？也許事情就發生在這個 MOU 的第5條哦，因為雙方有一點現在是這個各自表態的一個狀況。美國的理解是，商船是可以自由通行荷姆茲海峽，而且不該收費，也不該被阻擋的，也不該被伊朗指定路線。但是伊朗的理解是呢，我可以安排你免費通行，但是前提是你要走我指定的航道，而且要接受伊朗对於荷姆茲海峽的管理權，這就是一個協議啊，而且出現了各自表述的一個情況。那一休，你覺得這陣子雙方因為這個 MOU 講得很模糊，然後呢現在又鬧得不開心，但30號馬上要在杜哈會談，有沒有辦法針對這個模糊的部分來做修正，一次說清楚講明白？不然如果核心的矛盾都沒有解決，你2天一和談，3天一翻臉，這誰受得了？首先，第一個，伊朗已經完全達成他的目的了，因為霍姆茲海峽管理局這是完全在美伊戰爭之後才成立的。其實就主權原則來說，整個霍姆茲海峽主要的主權幾乎都是扼控在伊朗手上，因為伊朗擁有在這個海峽上的大多數的島嶼，而且這些島嶼多數居住都已經達到上千年以上，因為這些島嶼是傳統有人居住。這陣子我剛好看了這個大陸有博主哦，他們從阿富汗入境到伊朗哦，罕見的揭開當今霍姆茲海峽上面島嶼的真相，就霍姆茲島。霍姆茲島這個島呢，整個島上面到處都是紅色裸露的這一種非常堅硬的岩石。如果它表面的這個含有富鐵礦的岩石被沖刷之後是白色的，都是很堅固的。那它這上面這些漁村都很古老，那只是說因為現在面對這個霍姆茲海峽這一側，他們把這個漁村給撤了。那更厲害是那個海峽的上面停了一大堆的遊輪，然後那遊輪都不動，而且呢都裡面有巨鎖，然後定在海底。定錨在那邊。那結果是什麼？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放置的障礙物，那些船其實是空船。所以大家了解到，伊朗不是現在才扼控霍姆茲海峽，也不是現在才對霍姆茲海峽的封鎖有所布局，他已經布局了30年之久。只是因為過去伊朗國勢弱，所以他沒有辦法依照主權來行使他對霍姆茲海峽的管轄權，而也礙於國際觀瞻，也礙於像是伊核協議啊等等的。但是現在美國眼都不帶眼的情況，非常粗暴的情況之下，那我就來行使海峽的所有權啊。那事實上呢，這個霍姆茲海峽管理局就是伊朗在做這個嘗試。這就回到剛剛主持人您提到的非常關鍵的一個點哦，我不管你過去要不要錢，我可以都不給你錢，但是我要管你，這是第一步。當然要管理未來就是要錢，也是未來要可以扼控這個地方。這對伊朗哦相對比較弱的經濟被長期制裁的，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對海峽的管理權，就是你剛才講的，美國要的是完全不管你。可是就目前的布局來說，除非美國大規模對伊朗進行全方位的攻擊，否則的話要撤除這些管理設施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剛才為什麼提這個島？你想霍姆茲島地土質硬的跟什麼一樣？這不就跟我們金門一樣嗎？金門為什麼打不下來？金門下面到處是花崗岩啊，整個金門到處地道。如果你去廈門也知道，廈門從它的高崎機場到它的這個最興盛的中山路這一邊，它中間有一條很長的隧道，那隧道是什麼？當年金廈在對轟的時候，他把下面的隧道貫穿，變成現在的高速公路嘛。所以這個叫地質、地形跟實際的作戰狀況。川普當然不管這個，所以這第一點呢，要怎麼取得這個管理權？我認為伊朗只有強硬，而且不會有任何退讓，最多當然這是我個人猜測，給美國一個觀察員的席位。但即便是這樣，可能都很難說服目前伊朗最高領袖小哈梅內伊
的一個意志，因為小哈梅內已經多次，而且有過正式的公開聲明說，我是勉為其難同意現在的和談，是因為你們這些認為和談對國家整體有利，但對我來說，這個對伊朗是不利。可是我願意讓你們試看看，這是他的態度。所以這第一點。第二個，再來這個其他可能再次破局的一些因素，我再幫大家羅列一下。第一個，美國的內鬥，鷹派、馬卡派、民主黨。誰來主導這個力量？當然，現在馬卡主要是執政黨嘛，那他對抗的是傳統建制派的鷹派，還有呢，這個來自民主黨的壓力，會不會導致這個內鬥呢擴散，變成要對伊朗再次動手？這個是打破和平的一個點。第二個最關鍵的其實是以色列，以色列能不能忍住不繼續搞擴張，繼續打真主黨，這是關鍵，因為伊朗已經完全無法忍受以色列對真主黨的攻擊。沒錯，所以這一點很重要。當然，伊朗的小弟們啊，或者說我們不要說伊朗小弟啊，應該說伊朗的夥伴，對。包括真主黨，包括胡塞武裝，包括伊拉克抵抗陣線這幾個，如果他們沒有忍住對以色列攻擊，又給了機會，後邊兩邊繼續打，那可能就研發連鎖效應，又導致和談破局。第三個是川普的民調，川普民調呢，如果現在是因為想停戰的民調在壓他，對，可是萬一是倒過來，有沒有可能？我們很難說，因為川普的民調現在已經低到令人髮指的程度了。這個是 50+1 哦，其實這個就是以前那個50的那個網站的一個改版啊，他現在的民調呢是多少呢？22%多少負的，因為不支持他的是59.5%，支持他的是37.1%啊，所以是負22%啊 ，disapproval， 所以很慘啊，非常非常慘。那會不會有民調來搞他，讓他這個題材搞不下去？那最後一個點呢是擦槍走火，因為現在兩軍挨得很近。其實這幾次很多都是擦槍走火啊，比如說我派一個偵察機過去，你一下就把它打下來。然後或者是你的船離我太近，我攻擊你，所以這種擦槍走火的狀況。不過整體來講可以看得出來 ，Trump 的 tackle 還是守得相當的好。所以大格局方向走和談沒有問題。但是最後我要補充一個點，綜上所述少提到一個點是什麼？溫差問題。美國國內的鷹派認為美國怎麼可能會打輸伊朗？可是在美國的前線，還有美國事實上總統他看起來無所不能，但事實上他能動之的力量是相對有限的。那在這樣的有限的資源之下，其實它的溫差是很低的，認為其實沒有什麼機會能夠在這邊戰場上完全擊敗伊朗，所以這個溫差就導致這個和談很難真正的落地，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好，我補充一點啊，就是說，其實我們剛才在講說美軍保護不了他的中東基地，是，其實最近的一些調查報告你會發現，美軍連他中東基地的官兵都保護不了了。我們最近看到的就是傷亡數字的問題嘛，那個 The Intercept 跟 CBS 做的聯合調查。他就揭露出來說，在今年的3月1號的那一次，也不過就是一架伊朗自殺式的無人機去攻擊了科威特美軍的工作站，400名官兵受傷。可是國防部卻刻意的去粉飾太平，說這400名90%全部都是輕傷。最後是傷兵跳出來抗議，家屬跳出來抗議，所以光是這一場攻擊哦，大家看到400名官兵哦，所以美國不但保護不了他的這個中東的基地，連他的官兵恐怕都很難受到好的保護。沒錯，這個美國大兵的命啊，絕對就是川普現在民調這個最無法承重之痛。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回來有更多的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再回到環球大戰線的節目現場。那最近科技圈跟資本圈哦，可以說是有一個話題炸鍋了。過去大家有聽過一個鐵律，就是消費電子呢，早買早享受，晚買享折扣。但是現在這個律法感覺要變了，到2026年的今天哦，你晚買啊更貴，好不好？這個鐵律為什麼會變呢？就是發生在現在的記憶體之亂。我們來看到用戶滿天下的蘋果 Apple， 它這2天是無預警的呢，把公司啊很多的產品線啊全部都漲價了，而且漲幅還不少哎。隨便看一下售價的調整，包括 iPad 啊都漲個要大概3000到4000元，那筆電的 Mac
更是大概有7000甚至到15000，你是越是高階呢，漲得越多。反正然後包含这樣是这個 iMac 啦、HomePad， 反正就是從個人端到這個居家用的，所有都給你漲價，就差沒有手機了。大家都很害怕這個 iPhone 18系列會不會也跟上這個漲價的列車，這個我們要持續觀察。但是在保持這個蘋果尊爵不凡的人設的同時蘋果怎麼做？他把這些漲價的成本都轉嫁給消費者了，把消費者的荷包都震碎了。這背後的底層邏輯並不是蘋果死要錢而其實是被現在整個記憶體因為受到了 AI 整個大發展，供需已經失衡的這個記憶體之亂，而硬是要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委員，這一波蘋果的漲價潮，那之後這個我們知道 iPhone 要出新的嘛，會不會折疊機要漲到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覺得 iPhone 也很有可能漲價。那如果明年要換折疊機，你還會想換機嗎？对，我想這分2個問題來講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蘋果的這些電子商品的漲價，當然最主要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是因為晶片的價格暴漲。對，那麼為什麼晶片的價格暴漲呢？因為做晶片的這些生產商他都把他的這個生產線轉到這個相關的 AI 的算力中心的這個所需要的晶片的生產上，因為那個價格更高，獲利更好。對，所以呢，傳統的這個像手機的這個晶片，包含像記憶體的晶片，大家恐怕就沒有這麼的有興趣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所謂的供需關係的改變嘛。那麼因此，當然這個記憶體的價格就飛漲。那更不要講說，因為最近的這個算力中心在做這個相關的配置的時候，那麼記憶體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大概所以從去年底開始吧，全球的記憶體，特別是我們叫做 HBM 就是這個高頻寬記憶體的價格就是暴漲了。全世界生產高頻寬記憶體的3家公司都賺得盆滿缽滿的，就是這個韓國的 Samsung， 對，跟這個海力士然後美國的美光嘛。那麼，因此，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說手機製造商他要得到這個符合他期待價格的這個記憶體的晶片，當然是很困難的。那麼，蘋果長期以來就是很習慣的把價格轉嫁給這個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蘋果向來是幹這種事因為他覺得蘋果的這些使用者長期以來被 iOS 系統綁架嘛，所以你離開了我蘋果，你也去不了別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要講到像折疊機的話，我覺得這個就未必的問題了因為目前為止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折疊機其實都有螢幕這個折痕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就除非今天蘋果的折疊機真的能夠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那麼當然對於很多想要追求新鮮的朋友來說，他可能會去選擇折疊機。但是如果你問我，就如果今天螢幕折損的這個問題沒有辦法解決那麼我要換折疊機的意願並不高，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接下來蘋果馬上會面臨2個重要的考驗。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Mac， 對啊，漲那麼多。各位知道就是黃仁勳在今年的這個 Computex 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就是未來要打造所謂的 AI 電腦。對，各位可能會說，現在的電腦就有 AI 不一樣。現在的電腦是你下載了 AI 的模型跟工具，所謂的 AI 電腦是從一開始的設計就是以 AI 為主了。這個電腦打開來，它就是一個 AI 的這個代理人，一個 AI 的這個助理在這裡了。一旦這條這個生產線成型那麼接下來所有蘋果的這個 Mac 的這個當時的這個設計跟這個規劃恐怕都會被顛覆。第二個更恐怖的來了就是 OpenAI 最近積極的挖了蘋果好多設計手機的重要工程師。OpenAI 準備在2年內生產出來一支 AI 手機。所謂的 AI 手機是什麼呢？ Google 的工程師針對這個新聞，他做了一個評論。他說，如果有一天 AI 手機真的成功了，那麼我們從2000年開始花了26年，用了幾百萬個 APP 打造的網絡世界，都會被一個螢幕給收掉了。所以未來的 AI 手機沒有 APP 了，你就直接跟他講話，他就會把你要做的事情做給你看，然後 demo 給你看，然後就會完成你所有的任務。所以如果今天 AI 電腦跟 AI 手機這條路真的走通了，那麼我認為對蘋果的產品來說，恐怕就是另外一個重大的考驗了。好，這一次蘋果漲價呢，其實也是反映了這個整個 AI 大時代下的一個縮影。但是華盛頓呢，天天在喊着我們要去中國化，我們要建立一個乾淨的供應鏈。
結果自家一轉頭，自家這個科技大廠蘋果馬上就因為記憶體之亂受不了了，漲價，而且現在還游說白宮說，可不可以放行一下中國的記憶體大廠長興這個存儲的內存啊，看可不可以供貨給我，這樣我才能把這個價格壓下來，然後美國的通膨才不會更嚴重嘛。所以驀然回首才發現，哦，原來大家擋的這麼久的東西，在這種時候反而可以扮演這個蘋果的救世主，會不會是這樣一個情況？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的記憶體產能足，還有性價比很高。雖然它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到像我們剛剛委員講的，三星、SK 海力士還有美光所做的那樣的 HBM 更高階的一個記憶體，但是那個主要是供貨給 AI 伺服器。如果中國長興存儲做來給車用，做來給手機用，這些消費端綽綽有餘了，而且又便宜、量大管飽，那你蘋果幹嘛？當然是想要啊。那這也無疑戳破了美國科技脫鈎的一個幻想。所以全球的消費者如果想要價格平穩、產能充足的電子產品，歷史哥，你覺得是不是還是沒有辦法脫離紅色供應鏈？講到這個就是記憶體的這個價格，我昨天才就下單了2個，剛好看到有特價就趕快買了一個6TB 的這個 HDD， 再加上一個 SSD 2T 的，但其實真的是非常貴了，比起之前啊，比起之前因為我們自己做自媒體公司嘛，然後我們大量的內容生產，所以 HDD 其實一直都很需求量的，那就是傳統硬碟你要堆，对，剛需。然后這個出門在外的話，因為傳輸速度的關係，你晚上要過檔什麼 ，SSD 也很重要，所以就發現真的是被這個 AI 給害的這個不輕啊，這個荷包縮水挺多的。那我想現在這個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其實不管是 HDD 或 SSD， 全球都是統一價格。那為什麼呢？因為全球的需求都非常巨大，而產量產能確實是有限。而在大陸這邊呢，它有相對成熟的製程，而且我們要問哦 ，HDD 跟 SSD 其實是非常成熟的產品，它根本就像剛才這個大千委員所說到，那個是高端的產品，對 ，HBM 是高端，對，它必須往下擠壓嘛，它事實上大家就退而求其次，甚至把架構給改了，就是為了說，因為我現在沒有，我現在即使就要出 token， 但是我要 token， 我一定要有記憶啊。所以它就形成一種互相擠壓的狀況。誰能想得到，在這個時候 HDD 還可以長成這個樣子啊？是。那這個就是一個關鍵問題。也就是說，雖然我們講算力的終端是電力，但是呢，算力的另外一個剛需是記憶力。所以現在這個關鍵，而記憶力的生產，全球最大生產力在哪裡？其實是在中國大陸，主要是成熟產制品。而且它從成熟產制品一直不斷的在往這個高端產品的方向在走。其實長興存儲已經這個除了它在大陸的需求，它不斷在擴產線之外，它事實上也一直在往上游在推進嘛，因為上游廠商也做不出來這麼多的量，所以因此你剛才提到一個關鍵啊，所謂紅色供應鏈其實就是說能不能夠在供應鏈上去中化，因為這個牽涉到現在中美這個對決的態勢核心，因為美國現在很多的智庫在出具一個討論，就是說現在對於中國之間，尤其是鷹派的思考，它是屬於技術。然後科技研發，它是一個全面總體戰的一個部分，所以他們主張了還是要全面脫鈎。但是不管這些智庫再怎麼喊，為什麼 Trump 的做法是，那我今年要跟習近平見4次？這就是一個矛盾點嘛，這就是溫差，因為這些人只有指標，沒有實務操作內容，根本脫離不了。那實務操作內容就是你不管是在這個算法算力上面的優化，或者是在硬體上面的一個需求，它都是非常緊俏的。而硬體上面的需求，你還是需要一個非常完整的產業鏈跟大量的生產線的產生。所以現在對於大陸的整個這些廠商的需求量，長興存儲為什麼這幾年它可以擴產那麼多？因為本來它做的其實是很下游，它的所謂的利潤是相對很低的。可是因為量大管飽嘛，那自然而然量變就產生質變。所以要脫離紅色供應鏈，不僅不可能，而且還會加深綁定。因為 AI 的這個需求是完全是未來這個目標。那最後講一點點的一個狀況。現在狀況是美方這邊呢，它出現一個問題是，它在前部做得很好，但問題是它沒有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來反饋給它的這個不斷在修正，所以它的一線操作實務方面，它還是要仰賴大量的中國廠商。而中國這邊的這個廠商呢，中國大陸的廠商，它優勢是什麼？它有整個這個產業鏈，而且它有實用應用的部分，也就是應用科學其實才是主導這一輪科技推進的一個最前沿。因此啊，我們可以看到，接下來對於這個中國大陸的產品的需求，也會因為這樣子，在這個迭代的問題呢，對大陸的產品的需求反而還會再更多、更增加，而且掛鈎的更深。好，我們看到記憶體只是一個縮影哦，而且美中企業的這個黑名單攻防戰，其實也已經進入到一個拳拳到肉、精準肉搏的階段。什麼事情？6月初的時候，美國才剛剛氣勢洶洶的對包括了阿里巴巴、包括了比亞迪、百度在內等一票的中國企業被列入所謂的中國
軍事企業的清單。但中國商務部也沒有示弱哦，馬上在端午連假的時候反擊權就來了。連假一回來就是一記重拳，一口氣把10間的美國實體這個企業列入了出口管制的清單，封殺了你這個两用物项的出口。那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這一招打得可以說是極其的刁鑽啊。我們剛剛說，像美國這樣的科技業，包括蘋果，一個記憶體之亂就已經讓你的價格壓不下去了，然後要被消費者這樣開始唾罵了。那中國商務部此刻出手，美國已經因為地緣政治而極度吃緊了更多的供應鏈的掌控力啊，會造成多大的窒息感？艦長，我們來看啊。其實之前，也就是我們講到6月8號的時候，對於百度、阿里巴巴以及比亞迪開始進行管制的時候，對，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商務部就直接就提出了會提出這個堅決有力的一個反制措施，6月22就寄出了，6月8號到6月22號2個禮拜時間。那這2個禮拜時間，一共管控10家廠商。這10家廠商啊，我們大家好像就這樣子順着看過去。但是如果深挖裡面啊，那不只是極其刁鑽，而且拳拳到肉啊。為什麼我們講到拳拳到肉？第一個，有一個叫做 L3 Harris， 那也提供了台灣，例如說海鯤艦的這一個潛望鏡，就是這家公司做的。那他之前還講說，他的潛望鏡先借給了海鯤艦。那這個是我們講到說，第一個管制它。那這個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但是呢，它後面還有一個艾維奧克森。那大家看這個公司好像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但是它其實最重要的產品，也就是第一個就是無刷的直流馬達，第二個也就是有刷跟無刷的這個馬達的這一個控制單元。那這一個控制單元呢，控制什麼？無人機呀，所以也就直接打到無人機。那另外還有一家就是 IMSAR 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到底做什麼？我們如果不是看這2張圖，我們還真不知道它其實做的也就是垂直起降的 MQ-35的這一種那個無人機。另外這一個是什麼？這一個也就是他在研究各種的這個飛機的夾艙啊。那現在這也就是我們如果來爬梳它裡面的內容的話，我們來看之前也就是管制稀土而已。那現在呢，不但管制你的稀土來源，還進一步的管制產品，也就是讓你美國慢慢的，我們未來就會看到現在是 F-35，它所出口給盟友的或者他自己空軍用的，已經沒有 APG-85的這個天線了。為什麼？因為稀土的關係。那未來這個情況只會雪上加霜。了解。好，休息一下，我們待會再回到更多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環球大戰線第3節的節目內容呢，我們要來討論更多的軍武話題。來看到美國的軍事雜誌 Military Watch 軍事觀察，它現在特別點名了空警500預警機呢，現在在解放軍的用途，還有它的機隊擴編已經越來越明顯，它的規模已經突破了50架了。不要小看這個50架的數字哦，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全球所有國家採購同類型這樣的陸基預警機的一個總和了，等於是一個中國這樣的陸基預警機已經抵全球加起來的總和。為什麼要這樣子？這樣的預警機過往是被西方在這個軍事的邏輯上當成是非常稀缺的戰略資產，都是小心翼翼的部署，捨不得用，用不起，怕這個修不了的情況。但是中國呢，現在把它給常態化了，全力用，甚至開發更多的戰術可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空警500預警機的一些核心的技術，包括了它這個固定式的3正面的 AESA 這個有源相控陣雷達，就這一顆啦，這是它的這個核心。這玩意兒呢，就是如同是這個上帝之眼的關鍵，可以透過衛星系統數據的連線呢，然後把這些情資分散給各式各樣殲系列、轟系列、所有系列飛彈也好，
串聯起來，等於是當他們的眼睛。好，說白話呢，空警500已經不只是一架單純的預警機了，它已經是現代戰爭一個空中的指揮樞紐。好，那我想問一下艦長，我們看到這樣類似的預警機，西方世界一直以來都不太捨得用，但是現在解放軍已經把它的這個不要說量產了，但是已經可以大量部署到部隊的一個運用，已經以50架了，而且各種的戰術開發、各種的戰術應用現在都一直很頻繁的在進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衍生出一個現在所謂的超視距的一個作戰。你怎麼看這個未來的發展？其實啊，以前大家講到說，這一個例如說E2啊這種，大家都講叫做預警機。可是如果我們看到這個印巴的軍事衝突的話，你真的覺得它只是預警機嗎？還真不是，它是數據鏈的重要節點，也就是上層這一個有關於衛星的部分，下面可以交鏈到這一個防空飛彈，還有直接指揮的第一線戰機，那更不要講說長程預警雷達的提供預警啊。那這一些整個連接起來，這個就叫做體系化。那中國大陸講得非常清楚啊，最後大家都要倚靠體系，成為體系，也就是這個也就是美國所講到的馬賽克戰的這個部分，也就是你本身你除了是一個攻擊武器之外，另外的你也是一個偵收的一個單元。但是我們講到這個霹靂17啊，霹靂17當初是官宣啊，那也就是它是由這個歼16直接加掛，大家怎麼發現它是霹靂17的？因為它的長度太長了，比這個比這個歼16的翼面還要再長，大家才發現這個不尋常啊，這個比之前的霹靂15還在長，那是霹靂17。那當然，小艦長去爬梳一下論文，發現它是由上到往下攻擊。為什麼？因為這個就是只有把預警機研究參透，你才會想到這件事情。因為預警機的攻擊啊，它都是第一個我看平面，第二個我往下看俯視。為什麼？因為我要看在我高度之下的戰機以及地面上的一個移動的一個狀況。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他就忘了上面了。那忘了上面之後，那中國大陸的研究，也就是我們看到霹靂17，那它的這一個數據啊，有400公里的，那我也有500公里的。那這麼遠的距離，為什麼可以打得到？飛機是不斷在移動的啊。不要忘了，我剛剛為什麼特別講馬賽克戰的原因，也就是任何一個體系的節點都可以提供你這一個預警機的位置，所以預警機以後不只是預警機，叫做預警數位機。那但是我們看到這一個空警500啊，其實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這個在福建艦上面的空警600。那它的其實也就是我們講到，它加了一些就是原來的這一個運9的這一個電偵機的一個內容，但是呢，現在已經出現陸用的空警700了。那另外，大家現在居民喜歡討論的啊，那例如說，如果有我們超級大本營當年的這些我們的戰友們，那幫我們按個讚，然後在下面告訴我們你的當初的那個登記的號碼是什麼？那小艦長也是啊。那我們看到這個現在講到的空警3000，它其實就是把空警2000的載台一流升76改成了運20。那改成運20之後，它的雷達也改了。現在大家說它會轉，我個人的研判啊，它會跟空警500一樣，也不會轉。那因為什麼？因為它就是有源的相位陣列雷達，它幹嘛要轉呢？那這是一個。第二個，它會加諸了更多的我們講到說有關於電子戰的一個因素，也就是它會有這一個我們講共形天線的部分，也就是你看起來沒天線，但是它其實是跟飛機的蒙皮長得一樣的，那個是它的一個電子戰的天線。那這一個部分呢，也就是說，美國其實真的是只能夠看到中國大陸的車尾燈了。了解。好，這一套戰術的打法，在去年的印巴空戰已經取得一個非常輝煌的成效了。而且在前幾天的俄烏戰場呢，也有一個消息，就是
俄羅斯他們的蘇35就使用了 R-37M 這樣的一個超視距的空對空飛彈，打到了大概有190公里距離哦，烏克蘭的米格29也被它打落下去。所以印巴空戰，還有前幾天發生這個俄烏空戰，我們都可以看到，超視距空戰現在已經不是空有理論了，正在成為現代空戰的一個新的主流。所以中國的空警500現在大規模的這樣協同派發下去，大家來跟各種不同的機種來磨合、來訓練，是已經看到未來空戰的一個雛形跟一個趨勢來做超前部署了嗎？奕修，你的觀察？其實不只是超前部署，是已經早就落實了，否則印巴大空戰不可能是今天这樣子完克印度空軍的結果。对，其實包含這個穆尼爾，就是現在巴基斯坦的元帥啊，他自己都坦誠，他當時鎖定的飛機數量遠比後來擊落的數量還要更多，只是呢擔心到印度全面性的報復，所以呢並沒有完全下死手，因為大家也知道印巴之間體量印度還是太大了，所以呢這個印度雖然沒辦法在這邊戰場上搞你，但是他可以耗死你啊！這個確實是對於一個非常貧窮的巴基斯坦來講，他不願意去做全面開戰這個狀況。可是從這一場當中，我們已經可以非常確定了，這個預警體系呢，過去我們講的是先偵測，然後再攻擊，現在是偵監一體，而且是查打一體。我已經偵測到的時候，我已經決定我要不要打了，這個速度是非常快，而且呢，我的打不會是在我偵測的範圍內，而是在我這個超視距之外。我是同步的，並且還可以串聯，不管是在天空的預警機，在地面上的防空系統，甚至呢，透過衛星，它可以做一個整體的整合。那包含現在我們也不知道說它的整個 AI 在這裡面應用的，它的這個算法算力，它怎麼去把這整個模型整合得更好？會不會像電影一樣啊？你看這個鋼鐵人出來一個全息投影，我點哪裡點哪裡點哪裡，我這次是要打誰？我們不知道哦。當然你說全息投影可能不會那麼華麗，但是它有沒有能夠做到這樣子隨心所欲的地步？如果巴基斯坦相對來說比較弱的整個查打整合能力，那它提供巴基斯坦整個系統的中國大陸，那它的能力又到哪裡去呢？所以我想，為什麼這個大陸這幾年呢，非常的明顯的就是告訴你說，我有更多的預警機，包含這一次空警500的機隊數量的提升，還有最近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運20系列包含運20、運油20、運20A、運20B，B 就是換那個大酒桶嘛，更大的這個這涵道比更大的這個引擎，還有運油20，還有呢若隱若現的這個空警3000，你可以看到他為什麼要告訴你說，你看我有更多的預警機，其實他目標也很清楚了，要告訴美國不要誤判，我是非常清楚你在幹什麼。那另外當然也是要讓周邊，尤其像是日本跟菲律賓要注意了 ，watch out，我現在的能力不是你可以預想的，而且這個解放軍向來有一個傳統嘛，就他現出來的時候其實是已經做大量部署，因為像最新的這個鯤鵬大片就是剛剛央視軍事所釋放出來的，光是運20B 換這個大涵道比引擎呢，竟然有17架，而且呢全部並列，第一時間我們真的覺得是 AI 啊，大家看得挺爽的。所以这裡面到底接下來中國大陸整個的整合的體系是怎麼走？還有6代機現在經常的在大家的天空這邊呼鳴而過，6代機的整合又是更進一步的，它可能不單純就只是說我這個查打的問題而已，而是我更進一步的是不是空中僚機的部分怎麼去打？所以未來還可能出現一個狀況，其實現在俄烏戰場已經告訴我們這樣的基本狀況，就是無人系統的互打。俄烏戰場上最近出現很有趣的現象，它在地面上無人運補車、無人運傷兵，然後呢無人機去打無人車，各種無人系統在消耗。是，當然裡面還是帶了大量的人員損傷了。只是說這個會是未來一個預示，如果你跟不上，那它是無人打你有人哦。那這個就是我們在看到的說，大陸這個預警系統其實它已經是臻於一個成熟，並且還在推進更多的從有人預警到無人預警。到無人查打攻擊這樣的一個系列的往前推進。歷史哥剛剛有提到，現在中國這些機隊對周邊鄰國，包括了日本、包括了菲律賓這樣的威懾力，我們就要來看到一個事件：中國的機隊如果再加上俄羅斯，兩國的空軍把這個第11次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拉到了日本周邊的上空來做一個示威的話，是一個什麼樣的場面？哇，這個機隊太豪華了！我們看到這次的編隊可以說是中俄歷史巡航中支援保障機型最完整的一次，包括剛剛提到的空警500A、轟、殲、運油各式各樣用途的中系的飛行器，搭配俄系的有什麼圖、蘇等等這些戰機，可以給予宮古海峽第一島鏈的一個關鍵出口龐大的壓力。很明顯嘛，就是劍指日本最敏感的防線之一嘛。那麼日本的
這個經濟新聞就直接解讀了，這樣的動作就是衝着高市內閣而來的。所以想問一下委員怎麼看這一次中俄的聯合空中的戰略巡航，真的如同日經他們表示的嗎？就是針對你高市政府現在這樣子被所謂定義的新型軍國主義的一點顏色瞧瞧。对，我們看到這個高市政權在最近這段期間哦，一直動作頻頻，除了在國內哦，試圖用一個建立一個這個正常國家這樣的論述哦，然後把過去很多有關於和平憲法的限制一個一個都解開了。那麼你更不要提到說他把他的這個軍事裝備開始賣到了國外去啊，賣到了印尼去了。然後呢，包含他跟菲律賓做了聯合的演習，然後包含他自己還拉了一道第一島鏈的防線，把台灣東部的海域都列在裡頭了。那大家看一下那道防線哦，那道防線不是只防中國大陸而已，它同樣也處理了北韓跟這個俄羅斯的問題。除非俄羅斯不打算在遠東這個投射它的這個影響力，否則的話，這個所謂的第一島鏈的防線就等於是把俄羅斯、中國大陸跟北韓都封在裡頭了。那大家想想，俄羅斯跟中国大陸怎麼會吞得下來呢？太平洋又不是你家開的，你說畫下來就畫下來了嗎？所以這一次的這個中俄的這個聯合的空中作戰巡航，其實就是為了展現實力嘛，就秀拳頭給日本看，給日本一個教訓哦。那麼，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什麼呢？就各位知道，美國在過去季辛吉跟尼克森當總統的那個時代哦，他們當時為了要裂解中俄的結盟，所以他們採取的叫做聯中制俄。哦，因為當時季辛吉的全球大戰略很清楚，他認為說中俄只要不結盟，所謂的歐亞大陸就不可能會被一股勢力所掌控，利用中俄之間互相牽制，美國再結合歐洲就可以掌握住歐亞大陸了。他一直認為歐亞大陸就是地球這個棋盤的核心嘛，所以當時他們用的就是所謂的這個聯中制俄啊。可是，在最近這段期間，美國的外交界有別的論述了，它叫做反向尼克森。所謂的反向尼克森就是要聯俄制中，因為當中國大陸成為美國未來最有可能的競爭對手跟威脅的時候，他們現在打算反向操作了，開始拉攏俄羅斯，然後裂解中俄之間的關係，然後來遏制中國的這個大陸勢力的擴張哦。所以這是現在美國外交界最流行的一句話，叫做反向尼克森或者叫做逆尼克森的政策。但是如果你從這一次的這個中俄聯合的這個空中巡航演習，你就會看得出來，很顯然的這個什麼反向尼克森並沒有發生效果哦。因為你這個反向尼克森，你要真正的落實下來，中間有幾個重要的風險。第一個，美國要徹底的放棄烏克蘭，對，沒錯。美國做得到嗎？美國放棄了烏克蘭之後，美國就等於放棄了歐洲嘍。第二個關鍵的問題是，你美國在全球的惡行惡狀，俄羅斯又不是沒看到。那我有什麼理由跟你這樣的一個惡霸結盟，去犧牲掉我一個所謂的無上限夥伴關係的夥伴呢？所以第三個就是說，事實上中俄之間在軍事、在地緣政治、在經貿上的結盟，已經到了一個很緊密的地步了。這個已經不是美國來玩一個所謂的什麼逆尼克森或者是反向這個季辛吉這種策略，就可以把他們彼此裂解掉的。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聯合空中戰略巡航，其實包含了非常多重不同的意義。了解。我稍微補充一下有關於這一次的這個空中戰略巡航的部分對，它的這一個轉折點那我們可以用兩個坐標，第一個也就是東經135度，第二個也就是鹿兒島最南端的這一個點，它就是它的折返點。它為什麼在那一點折返呢？我幫大家稍微算了一下也就是從這一點，我們直接畫一條線到東京，那這個距離到底是什麼？就是650公里。650公里，它到底是設計的是什麼？因為大家有人可能認為那是鋯石，這個高超音速飛彈。對不起，鋯石超過1000公里，它不是要打，而且雄式的這一種TU-95的這種戰略轟炸機，它也不能發射這個鋯石。它最主要的，也就是我們這下面所寫到的KH-101、KH-555、KH-55的這一種飛彈呢。那這一種飛彈呢，它其實的射程就正好是雄式可以攜帶，而且650公里。所以這一個對於那個我們講到的日本的自衛隊來講，懂的都懂。了解，好，謝謝艦長補充。所以650公里這個數字是暗藏玄機的，好不好？大家自己去細品了。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節目最後討論的一題啊，是最近新聞每天都在報的，哇，歐洲這個熱浪每天都在熱死人啊，真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熱浪，現在正席捲整一個歐洲大陸，許多的城市，包括了德國、捷克、波蘭等等哦，都已經衝上這個新的一個熱浪的一個高度了。那現在呢，這個球隊正在踢世界杯，表現得也很火熱，但是在法國國內呢也是很火熱，但是另外一種火熱的程度啊，現在氣溫已經衝上了45度，就在花都巴黎哦，巴黎已經熱成這個樣子。我們看到新聞裡面很多的民眾啊，都已經熱到受不了，跳到那個塞納河裡面去涼快一下了，就是這麼的誇張。好，為什麼會這段時間呢？雖然說這個極端氣候、全球暖化已經吵了很多年，但是為什麼今年在整個歐洲整個大爆發起來，已經有高達近千人熱衰竭而死，甚至已經離譜到本該是這個醫療量能最後一道防線的醫院哦，都已經有公共衛生局證實啊，24號之後呢，全高溫千人熱死之外，甚至有人是在醫院裡面的病房給活活熱死的，這是多離譜的一個事情，你可以想象嗎？好，這個是這麼熱的情況該怎麼辦？那當然是待在家裡不出門吹冷氣最舒服嘛。但是歐洲這麼多老的建築，他們沒有做冷氣孔啊，過往的這個天氣形態不需要，所以現在一熱起來，大家拼命的要買冷氣，因為已經是從過去的一個享受物品變成現在保命的一個剛需了。買哪裡的武器？抱歉，買哪裡的冷氣空調？當然是買中國的冷氣空調啊！為什麼？ CP 值高嘛，又好做，所以現在中國的冷气空調已經成為了法國民众購物籃裡面最夯的產品了。我想問一下，一休怎麼看？過去歐洲應該也沒少去哦，沒有那麼熱啊，現在熱成這樣子，中國的空調是你也想買吧？對，其實我們之前就是空調買了都是台灣的廠牌，或者是日本在台灣的廠牌，那就發現一個問題，就是過去感觉很皮實耐操，但現在經常啊。出了問題又要洗冷氣幹嘛的？前陣子才又花了6000塊啊，去把這個冷氣做了一些清洗，才終於對，才終於恢復了一點點涼爽。那之前更誇張，去年啊，我們的這個攝影棚呢，因為我公司也配了一個攝影棚，對，那個組的這個冷氣機直接掛掉，然後現場之後再換另外一台，真的沒辦法，花了6萬5，我的天哪，所以這非常的痛啊。所以对冷氣這個痛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對。因為在大陸的這個幾個主力的這個品牌呢，好像海地啊這一些美的啊這些都非常非常有名，而且物美價廉，智能化高，然後它的適配性強，而且呢它也是出口到全世界。因為又是白色家電，一般來說它又沒有這麼強大的被認為是這種產品，比如說不公平貿易消費，當然還是有，但是整體來講啊是比較低的，因為畢竟啊過去做冷氣它並不是很賺錢啊。沒錯。那因為冷氣就是一個很成熟的產業，但是大陸現在透過它的一個產業鏈的優勢，那它基本上把冷氣不僅做到賺錢，而且呢花樣五花八門，產品推陳出新，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歐洲沒辦法抵抗這一波這個在熱浪之下呢，他們要採購這個中國大陸的冷氣。因為最主要還有一個關鍵，因為過去這邊西風帶的國家，他們根本就用不到冷氣。大家知道我們的綠建築最喜歡學誰？最喜歡學德國，因為呢德國啊還有西風帶，那但我常常罵這些官員就是彈頭官員啊，為什麼？你去西風帶學這個綠建築是要學什麼？那我們就沒西風帶，我們只有季風帶，是要怎麼學呢？這莫名其妙。所以你看，我們的綠建築熱得要死，但為什麼它的綠建築很舒服？因為這個完全是氣候差異。但這一次歐洲所遇到是前所未見的一個狀況，是有史以來最高溫。現在的一個現在叫 heat dome，就是熱穹現象，熱穹效應，對，熱穹效應，或者叫做熱巨蛋吧，啊，就完全悶在裡面。為什麼？因為大家知道，隔了一個地中海南邊。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本來它是屬於副熱帶的一個高壓籠罩帶，所以呢，它的气流沉降之後呢，它會把相關的這個熱量給帶掉。帶掉之後，它其實到歐洲，它反而變成一種吹過洋面的涼風。但現在狀況是，整個撒哈拉沙漠的熱氣啊，它是外溢到了整個東南歐的地方，而且這個外溢有個缺點，這是熱風，熱風會把整個水汽給吹散。
水汽吹散之後，太陽直接直射地板，更熱。本來要有雲，它才會大量的反射這些熱氣，讓它比較涼爽。所以歐洲不再是涼爽代名詞，而是非常非常酷熱的一個結果。而且最慘的是，歐洲沒有應對這個能力，他們現在能源也缺，本來也不裝冷氣，所以導致這一波為什麼會這麼的嚴重？所以回過頭來啊，這短時間之內，馬上老百姓已經死傷破千了的狀況，那整個歐洲對於這個它是沒有任何應對能力，所以對於中國大陸的供應鏈只會介入的更深。是，就算歐洲想重建這供應鏈，依然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歐洲目前沒有。不管是基建的缺乏，不管是相關的產業配套措施，大家要知道，在整個長三角，你50平方公里之內幾乎可以收集80%-90%以上的相關零組件，這是很大的不一樣。所以對於現在歐洲來講，嘴巴上是很硬啊，不過身體還是挺誠實。是，這說到這個口嫌體正直哦，過去歐洲人最喜歡論述的那一套左派環保，對不對？就拿這個環保冷媒的這個綠色報一臉來擋中國的冷氣，但是中國廠商早就已經用科技突破了這個狀況，甚至可以比歐洲的冷氣做得更環保、更高效，所以沒辦法，現在包括了法國的媒體都坦言，他們各級學校、公共機構緊急採購的空調設備，幾乎都是清一色來自中國的品牌。所以這樣又便宜、效能又好、風吹得又大又涼又舒服的冷氣，就問你吹不吹？那今年法國老百姓、德國老百姓，大家都知道中國空調好嘛，所以想問一下委員，未來會不會像包括中國的空調更多這個 Made in China 的好物賣到歐洲去？對，我想這件事情哦，是重重的打了歐盟執委會的臉。那麼在前2週，你才看到歐盟執委會對外這個示警啊，說這個歐盟一年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有3600億歐元哦。那麼，但是事實上，歐盟執委會在玩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字遊戲，也是一個很低級的數字遊戲，因為真正的貿易逆差不是這樣算的。我曾經說過，在自由貿易的時代裡頭哦，就一個國家像歐洲對中國大陸的這個產品的進口，通常包含了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剛才靜喬講的，它的產品 CP 值高，對，有競爭力，高品質。所以呢，當這個產品進入歐洲的時候呢，它對歐洲的消費者來說是一個福音，因為它可以用比較低廉的價格買到好的產品。這本來就是當時自由貿易要推動全世界最主要的一個概念哦。那麼第二個就是，它今天從中國大陸進口的是零組件，是中間產品，進到了這個歐洲之後呢，它重新組裝，它用更高的價格賣出去了。所以呢，它從中國大陸這邊進口了，可是用高價賣出去了，它還是賺錢了。第三種就是歐洲很多的企業哦，它都在中國大陸設廠，在中國大陸設廠之後呢，因為成本低廉，所以再賣回歐洲來，看起來好像是這個歐洲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逆差，可是各位知道，錢是歐洲的企業賺走了。所以今天歐盟用這種很低級的這種數學玩這個遊戲哦，來恐嚇歐洲人，然後試圖跟這個中國大陸哦，希望能夠解除這個彼此的這個依賴，或者是希望能夠脫鈎，或者是去風險。其實這樣的做法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我剛才講的這3件事情，歐盟執委會一條都切不斷。好，包含委員剛幫我們點出了這個歐盟啊。以往可以玩這些小把戲啊，畢竟以前的天氣好，但現在越來越熱，你真的忍不住必須要買中國的空調。不只是中國的空調，從電動車，從各式各樣物美價廉的高性價比的中國產品，現在都是狂銷歐洲。艦長有沒有觀察到，這會不會讓現在迫使歐盟重新去思考外交方針，甚至是對中政策？如果一起吹中國空調，我們的關係是不是更好一點？但是。應該是如此，但是歐洲執委會不這麼想，他們覺得抗中才是工作，那親中對他們來講不是生活。那我們這樣講啊，我們看到這歐洲到底有多熱啊？我們看到這個黑色的這一點一點呢，代表的沒有超過以前的記錄。那但是紅色的一點一點呢，也就是我們看到在今年的6月18號到30號，全部創下以前的各種記錄啊。那我們另外我們來看啊，到底熱到什麼地步？我們看到黑色的部分完全超過32度。那這個不是聖嬰現象，叫做 Omega 阻塞。以前呢，那個西風那個可以透過這一個噴射氣流吹過來，現在因為我們講到 Omega 阻塞，它向北跟向南流，那這個地方就完全不動，所以我們看到今年的這個溫度已經創下了這2003年以來
最高的溫度，真的是一個大考对毒啊。那夏天。